刘少奇是一个党的修养，毛主席是有反感，因为毛主席的这个哲学，他是斗争哲学，他跟美国佬也斗10000年，跟天也斗，跟地也斗，跟人也斗，他是一刻不停的斗。明白。那后来你刘少奇他那个在搞修养，修养就是就学孔老二，有的东西开启复理，要忍，要让，要善，要妥协，这都是受孔老二的思想。他不主张斗争，主张软实力，所以他提倡叫修养。修养有2种意思，你在党内也要修养，你是个党员，你不能说什么东西都乱搞，能控制自己也是叫修养。但他这个专门发表言论、发表文章，要党员修养，他就有一点丧失斗志，他斗争的力量、力度，他是没有那么大。这点是他给自己惹了麻烦吗？他这个呢，很多东西，毛主席跟刘少奇他这个人和义不合，他处理的方法都不一样。64年搞社校，毛主席主张搞破四旧、立四新，什么东西是不破不立的，那被庙儿拆掉，也没有鬼，也没有怪。你说要学新的，像现代到处住起来，菩萨要立起来，其实又解决什么问题呢？能救人不呢？还是要叫医师治病呢？他那个很愚昧的，是吧？所以毛主席他是无神论，他是无神论者，他不相信迷信的。毛主席因为看破了以后，确实是无神论。你有神论是为了欺骗可怜老百姓、没有文化的人，他求神拜佛，不懂道理，不懂科学道理，他认为给他做个揖、烧个香，病就好了。其实不是那么回事。有一些女同志比较慈悲，家里有什么挫折啊，有什么走下坡路啊，还养鸡鸡死，养猪猪死，人又生病，走下坡路，老板身体又不好，他治病又没有钱，他只有求神。是，因为求神，他因为庙宇前围到处都是，他是成立一个宗教派，一个派别。所以作为共产党，他要尊重他们的志愿，不能强迫性的跟他对着干，要团结批评，团结讲道理，所以把它化成是人民内部矛盾。但是你要搞反动飞道门，你要用这个去搞反动组织推翻共产党，那你这个性质变了，就成了反革命组织。但是毛泽东管的东西确实我心悦诚服，所以我总是佩服他，是他的粉丝。我是他的粉丝，我到处都要宣传他。有人发财也要感谢邓小平啊，不是邓小平改革开放啊，我都没饭吃啊，我受苦。我说你这个讲话不科学，不对。你致富一个是你的个人努力，第二个呢，你是投机取巧，做了政策控制，利用那个政策你发了财，不是你个人去劳动去发财的。你凭你劳动天天出汗，你也不见得搞得富，因为他过去有的家庭是地主资本家，过去有财产，他财产被共产党没收了，根据传宗接代家族的这个延续下来，他有一点怀旧，过去有是怎么富有的，有几多门面，几多当铺，几多财产，他还是思想还是朝旧的思想发展，所以存在叫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。他这部分人呢是叫资产阶级，他发展的厉害，他变成敌我矛盾，他要受教育，他要听从指挥，他要思想开明，他就成了人民内部矛盾，他改造成了好的。毛泽东他手腕是相当厉害，那你再怎么能干的人，经过他一说啊，都无言以对。他的哲学观点是他一生成功的第一个基础。读书的时候呢，节呢可以一目十行，关键的段，随着国家战略、战术、方针、政策关键的拐弯的时候，一定要再重复看了记下来，在心里打一个烙印，他才有感受。你说他天天都批文，天天有书信回信，你哪里看了那么多呢？你真的是开发性的，
做人，整个社会、工作、事业、家庭、国家是一本字典，你不可能面面俱到，但是你掌握了这个分寸呢，每到遇到挫折、关键、矛盾和问题的时候，你比别人点子会来得快一些，处理的办法就多一些，是啊，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。一辈子经常错综复杂，就跟我们像在河里面的水一淌是一样的，把沙子推动，水大了沙子推动，水小了就在沙子上面淌过，但水还是要淌。我比如就这个意思，叫做大浪淘过去沙是吧？不是说流水不腐，但是流的水不会腐烂，不会发臭。流水不腐，还有一个富庶不渡，对是人在一起的。为什么毛主席最反对封建迷信、资产阶级那一套？他心里面就是考虑老百姓的感受，要让老百姓跟普通人一样过正常的日子，不要低三下四。确实，你也是人，我也是人，是不是？搞那么多礼节是应付过去旧社会，是应付祖宗啊、朝廷，那是上级，那是官方啊。这老百姓，你跟我一样，都是一样，很自然。你要是分那个三教九流，分了七等八等，那人呢就不自由了，是吧？是，所以有很多东西侵犯人权，这个有道理的。你剥夺他的权利就叫侵犯人权，你没有剥夺他的权利，让他民主，让他有话可说，让他自由，让他开心，那就给了权利给他。凡是没有民权的时候，都是受委屈的、受压抑的、受打击的，或者甚至受迫害的。是这样哈。所以毛主席一辈子就是为了人民老百姓，他要讲话，他敢于讲话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有个厂长，上面来的人招待，结果多搞了几个菜，等工人看见了，工人写一张大字报，领导带头腐化堕落，提高社会水平、社会标准，一张大字报轰起来，厂里领导都难为情了，他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了。下次来了上面领导，他只能按标准给他吃啊，就不能拍马屁了。这是民主的效应。现在为什么那么的腐败呢？甘子是不民主，他做了很多事情是他有权利，他一瞒着你老百姓，你老百姓根本都不知道，甚至很愚昧。他没法透明哈，别人看不到他干嘛？透明不了的。对，你现在有个手机，在网上信息，网上把钱打你卡上，这个就是不民主。真正的民主是透明的，所谓民主是透明才叫民主。就像我们家里在吃饭一样的，就是摆在桌子面上，什么事情都在桌面上说，不能到房间里，躲在你的耳朵，然后偷偷的说，偷偷的窃窃私语，这就叫不民主。家庭不民主，单位也是一样，政策是一样的政策，法律都规定是一样的法律，你还有什么超越法律、超越民主的呢？所以超越了，有人享受了民主，有人就享受不了民主，甚至被压迫、被剥削、被欺负，你就倒退了。你欺压人的人是剥削阶级，被欺压人、被剥削阶级，剥削阶级是上层，被剥削的是下层，阶级是分开了。你说一下好像是砍帽子，不是砍帽子，实际就是这回事。为什么毛主席总是文化大革命说的最多是我们的党区别于国民党，共产党跟国民党的区别，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区别，无产阶级专政跟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，他都是对老百姓说的，对当官说的。老百姓掌握这个本领，可以管当官，当官是利用这个上面那个政策，要自己干免，自己跟自己立规矩。像跟我是生意的，我不能做，我就不做了，我这是叫自控能力。我要团队物业，我要去闯一下，失败了是自己痛苦，成功了大家享受，就这个道理。为什么现在有的东西，我昨天说了一点，他这个方糖奶，他为了
维护领导上层阶级、资产阶级利益，他法律都可以改。法律，我今天又看了一个微信，我认为这个法律有变味了。婚姻法，共产党成立之日起，1954年第一部宪法就是制定婚姻法。婚姻法是1954年制定的，经过毛主席亲自制定的。他是明确的说了，在中国境内之内一夫一妻制。现在改了吗？现在有人提出来一夫多妻制、两妻制，我这是扯淡的。尽管法律没出来，但是有这个讨论都不应该。中国应该区别其他民族，不能跟美国那样，是他在法律层面就不是跟老百姓考虑，一视同仁都一样。你做国家主席也是一夫一妻制，我做社员也是一夫一妻制，这都有个对照。你当官，你接触人多，女的巴结你，想跟你找工作，想搞你的钱，想巴结你，跟你睡觉，你就一夫多妻制，那怎么行呢？现在有这种讨论吗？有，网上有啊。没看到过。你去查一下今年的婚姻改革。没有去关注这个。结婚登记，现在有的是很荒唐啊，2代3代的小孩，国家都承认了。你承认等于他对未承认了。继承法他是承认他的子女的是吧？是啊，是，继承法是可以的，但是不等于说你提倡你一个人找几个老婆。本身现在男的多女的少，找老婆都很困难，两家人搞，只能做工作，让这些人一夫一妻制光荣，一夫多妻制可耻，或者是坚决杜绝，或者要处罚，严重的可以法律上是刑事是重婚罪。你找一个叫重婚罪，你找了2个老婆，我是叫做重罪，那应该有区别。你不得搞乱了？你文方面是为了搞计划生育，把人类规定在25岁结婚，女的20岁，男的25，这个作为是短期政策调整。作为社会进步来讲，现在法律比过去50几年法律还早一点。50几年是允许18岁结婚，女的18，男的20。我认为应该恢复到18到20，这样对计划生育有好处。是，这点很好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18岁只要读了高中就要安排工作，不管是安排什么工作，力所能及的，根据他的特长，党政军民，现在叫私人企业主，力所能及，他愿做什么，做保姆也是工作，这样子提高他的生育率。你等个30岁再结婚，人家旺盛时期过了，那是工作压力大，家庭压力大，生活压力大，经济压力大。在越老，迷信越重，要求越高，他就高不可攀了。所以博士生很多找不到老板，很多找不到老板。你认为我这个说法是对的？再一个，幼儿园一律不允许私办的公办，只能收成本费，国家补贴是吧？降低他的托幼费用。你说一个人发了工资前又发多少钱？要规定好，一个保姆管10个小孩。比如说不是没管他，就我只管我也管他。那关键是你政府不出台政策，你让他搞，让他私人去搞，私人他是天天收钱了，条例明末了。是，你说的，你一个3岁的小孩学什么英语啊？放屁了！他请外教工资又高，他以这个为理由增加他的支出。有道理。过去为什么我3个小孩是在工厂长大的？工厂那时候一人值5毛钱一个月，我3个小孩子1块5毛钱，所以我很理解这个事，也很反感这个事。那时候我30块钱，我老婆30块钱，我40块钱，我70块钱，我7个人吃饭，平均10块钱，过得可以有现在的也好生活。我70块钱抵现在的7000块钱。是，确实。你把数字换一下，那叫改革啊，就老百姓提高了生活水平了。不能这样玩数字游戏、货币游戏，你是玩游戏欺骗百姓，老百姓是妥傻瓜。我70、80岁的人都知道你这个手段是卑鄙的。我让你城管
你城管，你管物价，你管物价，管短信销量，管一次充好，管伪劣产品，你管这个了，你管人家排碳排不排碳，你管他干啥？老百姓不活命了，人家不吃啊，你有工资了，人家没工资了，你只有偷偷摸摸去卖点菜呀，那挺淡了，人家人是你卖，指定地点卖，你管好。现在这没人管，都是钻了钱眼去了，都是为了钱。我举个例子你听，工人比农民觉悟要高一些，他文化素质高，他理论水平高，他分析问题要透彻一些。农民呢，不是说他傻乎乎的，他是出力气，他深层次的问题他考虑的少，甚至没考虑。叫你去出力，他是出力，想办法他是没什么办法，所以出现了一个上智下愚。上智。毛大民的时候批判上智下愚的思想，过去地主啊、富农啊、资本家，他是智者，你老百姓是愚者。1980年，我们那个厂里呢有一个姓韩的叫韩向武，他跟我关一个老法，他是写领导的大字报，把他作为反革命抓起来，结果呢工人很同情他，但是你又说明不了他是反革命的，他是要对党对政府，你一个地方单位，你一个企业单位领导还是企业，你不算政府部门，你写你大字报有什么关系？你就等他写吧。他为的是说他是新型反革命，就把他抓起来。抓起来以后，这个人是哈工大毕业的老知识分子，他比我大一点，早死了，可怜，得这个糖尿病死，要双目失明了，眼睛看不见。我说个什么事呢？那一年选党代表，选人民代表，他受地方管理，说我们瑞昌市管理，厂是中央厂化，行政是地方管理。他地方管理的东西很多的，后勤保障，这粮棉油啊，然后邮电啊、信用社啊，这都是地方管理的。他为厂里服务，他又派出机构。我是在那个粮站是说派出机构，阿姨也在那个粮站，也是派出机构。我当时是为了解决我3个小孩日学日托的问题，我是说是做了一点权利上。我在公社做书记，让他跟上级组长说一下，组长马上就同意了。我就叫办公室跟他开个介绍信，这很简单的事，也不需要送礼，也不需要说好话，就那么调到厂里去。那个厂里它是商店，我是粮站，还邮电，还信用社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单位，都是为厂服务的。那一年我出了事，我也回来了，他也定不上他的罪，他就回来。回来人民选人民代表，就选韩向武，选那个曾经被抓了，那是不行的了。结果呢，瑞昌市委呢就做工作，还有要党委做工作，竟然这个不好，把政治上过不了关。结果呢，越做第2次投票呢，他票越多，人民还是工人他都有，对，工人就有反潮流了，对，他都不管你懂不懂了，知识分子他不管，结果把这个事闹到省里去，省里还是叫做工作，不想选他是吧？结果一做呢，签票通过了，是这样个笑话啊。由他市里也罢免不了，是群众通过的。他是个县区，他这个厂是团级单位，他是个县区，他就当了3年代表，人大代表，他选上去了，没办法，还参加开会，开人大大会、人大代表会，省里以后也没办法，那只能听从群众意见。要现在不行，无论如何是把工作做下来。是，那个时候还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有民主，受一点毛大民的影响啊。民主，我就举这个例子，说明这个民主很重要。所以我呢在单位里，一般我跟群众关系很好，我也喜欢提意见的，喜欢说的，但是我不像别人那样大哼大擂的，猛叫猛喊，伪装一点。也在实践当中带头去劳动啊，减轻职工的负担呐，乃至送货下乡，我带头送拉板车。太辛苦了，你太辛苦了。我当时搞基建的时候，我就单位搞个升降机，
是半自动化的，嗯，一次可以2汽车搞进去，这样呢，职工在下面称煤啊，他就没那么劳累，他就可以用那个闸呀，有个闸一升就放下来，一关把煤关住了。但天黑的时候，明天要上班，要带头跟他们一起把煤斗子全部升来，第二天上班走出来开票就可以工作。是，你还是做了你作为领导想做的事情。不管是大领导小领导，你要跟承诺在一起，不会吃亏，不会犯好大的错误。你越搞名堂，越鬼鬼祟祟，越是鬼头鬼脑，你越容易犯错。你以为别人不知道，像弄作风一样，不知道，你没了眼识，是不是？你控制了就不会发生这个事，想也不是想的。所以过去老干部犯错误的少一点，没现在这么大这么多，你也没这么广，顶多是好吃。今天你请客，我到你那去喝点酒，好吃的干部。是，辛苦了，谢谢，谢谢你，早点睡，好，晚安。